德国再次出手援乌，向乌克兰提供叟猫突击车，协助乌克兰空降兵提升战力。法国带头宣布成立军援联盟，向乌克兰提供更多中远程导弹，甚至出兵乌克兰。纽约时报披露 CIA 与乌克兰情报部门深度合作。2月27日，乌克兰军方宣布，在战场东部地区先后击落2架俄空天军装备的苏34战斗轰炸机。进入2024年之后，俄空天军的损失着实有点大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被乌军各种防御系统打惨了。难道真要走上黑海舰队的道路？在过去的10天中，乌军已经击落了11架俄军飞机，包括8架苏34这种高价值的战斗轰炸机，2架先进的苏 35S 战机，以及1架 A50 预警机。这仅仅是10天的战果。而在此前，德国援助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就曾创造一个历史，先后击落了俄军18个目标，包括3架米格8直升机、1架苏24战机、10架苏34战机、3架苏35、1架 A50 预警机，并且还击伤了1架伊尔 22M 空中指挥机。而乌军也对装备的 S-200 防空系统进行改造，搭配上了爱国者防空导弹，专门追捕俄空天军的飞机。北约情报搭配乌军首创的战术和战法，追击俄空天军战机屡试不爽。俄军若是无法找到破解方法，空天军可能会走上黑海舰队的道路，损失大量战斗力。另外，俄罗斯严重缺乏前线预警系统。根据北约方面的情报，俄罗斯为了覆盖整个前线，需要同时装备9架 A50 这类的预警机，3架在空中执行任务，3架在基地待命，剩余3架则是处于维护状态。不幸的是，俄罗斯总用装备的9架预警机，但现在已经损失了1/3，其中2架被击落，另外还有1架是在白俄境内被游击队袭击了。能够修复还是一个未知数，这也导致俄军的部署打乱了。而且根据乌军高层的消息，自从2月23日再度击落俄军 A50 预警机之后，俄空天军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有出动这类飞机了。因为2架 A50 连续被击落，这给剩余 A50 的机组人员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迫使俄军考虑新的作战区域。如果说原来躲在爱国者防空系统射程之外是安全的话，那2月23日被击落的2架预警机被击落的地点已经完全超过了爱国者160公里的射程，达到200公里射程以上。按照乌克兰军方的说法，是因为乌军对 S-200 进行了现代化改进，使得这种比爱国者射程更远的老式防空系统同样能够在战场上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不过不知道俄罗斯信不信，说不定俄罗斯觉得你别骗我，你们肯定装备的新武器或者出动的 F-16，现在我们的 A50 不出来了，绝不会再制造你们刷新战绩的机会。据多家媒体综合报道，2月26日，德国军火商莱茵金属公司宣布，他们已经与乌克兰签署了一份供应20辆 LIV 叟猫突击车的合同。这批叟猫突击车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交付乌克兰。此前，德国已经在去年11月的冬季援乌套餐中向乌克兰提供了5辆叟猫。此次乌克兰追加叟猫的订单，可见乌克兰对这款突击车的使用体验应该是很满意的。火力军认为，一旦这批叟猫突击车交付乌克兰，乌克兰的各军种单位中最有可能装备叟猫的应该是空降兵部队，因为空降兵部队经常要执行抢占战略要地或者深入敌军纵深的任务。因此，空降兵所使用的武器不能太重太大，要符合轻快属性，能够由飞机搭载，如此才能做到快速部署、快速行进和轻量化的需求。论行进能力，叟猫突击车采用梅赛德斯奔驰经典的 G 型汽车作为设计蓝本，因此也继承了这款汽车优秀的行进能力。其公路行进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20公里以上，还能轻松跨越50公分长的沟渠，攀爬坡度达到30多度的坡面，还能在 0.7 米深的水域内涉水前进，非常适合乌克兰空降兵在赫尔松、扎波罗热地区的沼泽地和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发达的公路网和林地上行进。在轻量化和机动部署方面，乌克兰空降兵装备的可以空投的轻量化车辆，主要是苏联遗留的 BMD 车组和 BTR 车组。这些车辆不仅存在在战争开打之后已经被大量损耗、库存不足的问题，
而且它们的质量普遍都超过了10吨，无法由直升机携带，只能用运输机搭载。乌克兰空降部队此前从英国和法国接收的雷诺 VAB AT105、萨克逊人等欧洲空投车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考虑到乌克兰目前的运输机数量太少，且这些运输机还需要承担其他繁杂的任务，再加上乌军还没有全面掌握制空权，为了确保安全，这些运输机在活动时还需要有武装直升机甚至战斗机提供护航。因此，火力军认为，不论是乌军自己的 BTR 和 BMD 运兵车，还是欧洲提供的这些装甲车辆，都不大符合乌克兰空降兵快速从空中部署的需求。相比之下，叟猫突击车全重不过 4.9 吨，必要时可以拆除一些设备，使之质量下降到 4.4 吨，甚至更轻。这意味着它可以完全不依赖运输机部署，乌军完全可以使用手中的运输直升机将其运输到前线。不仅如此，叟猫突击车还有一定的武装能力，它可以加装一挺 12.7 毫米口径的重机枪和2挺 7.62 毫米口径的通用机枪，必要时还可以安装榴弹发射器，让空降兵可以获得一定的火力输出。当然，叟猫在发动机舱和车辆底盘上铺设的装甲，以及驾驶位前方的钢化玻璃，也可以发挥防弹和防御反步兵地雷的作用，为空降兵提供一些防护。值得注意的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空降部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乌克兰空降兵虽然直接脱胎于苏联空降部队，长期和俄罗斯空降兵一样秉持相同的作战理念，但在2017年以后，乌克兰吸取了2014年乌东冲突的惨痛经验，对空降兵展开了全面改革，力图效仿北约国家，实现空降部队的北约化。乌克兰空降部队作为快速反应部队的色彩也变得更加浓烈。作为乌军最精锐的地面力量之一，俄乌战争爆发以后，乌克兰空降部队的规模得到了极大的扩充，从原本7个旅团级单位扩充到如今拥有9个突击旅、1个炮兵旅和若干辅助部队的规模，兵力也从原先不足 1.5 万人扩充到如今的 3.5 万人。乌军之所以大力扩充空降部队的规模，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这些空降兵能在直升机、运输机和运兵车的配合下，在战场上充当救火部队，及时支援危险战线，或者深入俄军防线后侧，展开小规模的侦察和袭扰活动。此外，考虑到目前俄军在与乌军相持的一些战线上埋设了大量地雷，乌克兰空降兵成为了少数能够跨越雷区展开活动的部队，因此空降兵在目前战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然，为了让乌军空降兵有更好的活动环境，不排除北约国家未来还会向乌军提供更多的战术车辆，甚至是直升机和运输机。等到乌军未来全面接收北约援助的先进战机，掌控制空权之后，乌克兰空降兵的用武之地还会更大。在德国提供叟猫突击车的同时，法国也试图扩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法国总统马克龙2月26日表示，他将尽一切努力阻止俄罗斯赢得这场战争，而且他是带着决心这么说的。马克龙谈到了一些外界对欧洲援乌的负面意见，比如外界认为欧洲援乌的行动总是会比战场需求晚6到8个月。因此，马克龙宣布将会成立一个军援联盟，专门帮助乌克兰获得中远程导弹与炸弹。马克龙提到了这些中远程导弹和弹药，可能包括了北约国家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以及乌克兰正努力从德国争取的金牛座巡航导弹。这其中，金牛座巡航导弹是德国装备的一款远程武器，这款导弹的射程可达500公里，具备低可探测性和高精度的优势，是乌克兰梦寐以求的远程武器。但德国一直没有向乌克兰提供这款武器。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德国担心向乌克兰提供这款武器会刺激到俄罗斯，导致战争范围扩大。在此之前，马克龙甚至宣称欧洲国家不排除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兵力。不过，马克龙的这个表态遭到了美国的反对，他们明确表示不会向乌克兰出兵。俄罗斯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还对此发出了一番强硬说辞，称如果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队，俄罗斯与北约的冲突将不可避免。联想到美国众议院迟迟未能通过新一轮的援乌方案，乌克兰面临资金和武器不足的问题，再加上美国的如此表态，以及俄罗斯措辞强硬的回复，外界不免产生一个疑惑，即在美国缺位的情况下，欧洲国家近期的援乌活动是否有意义、有价值？
对此，火力军认为，欧洲国家近期在援乌问题上的举动的确给乌克兰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毕竟，欧洲国家真的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军火援助，包括英国、丹麦、法国、荷兰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也都在近期纷纷与乌克兰达成了长期的安全合作协议，承诺向其提供更多的炮弹、资金和武器。甚至于包括 F-16、JS-39 和幻影2000战机也都在欧洲国家的推动下摆上了援乌日程。但需要注意的是，美国作为北约国家的领头羊，在援乌问题上的作用始终都是最重要的。毕竟，美国的军事实力和财政实力冠绝全球。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始终是乌克兰最大的援助来源。乌克兰无论是想获得美制战机、弹药，还是期待其他国家加强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都非常依赖美国的支持。因此，即便得到了欧洲国家的积极支持，争取来自美国的援助依然是乌克兰外交工作的重点，也是影响战局走向的重要因素。事实上，美国在俄乌之间博弈中扮演的角色，并非只是提供资金和武器和兵工厂与钱袋子，美国还在情报工作上与乌克兰展开了深度合作。纽约时报2月25日发表了一篇名为《间谍战：中情局如何秘密帮助乌克兰对抗普京》。在这篇文章中，纽约时报披露称，早在2014年亚努科维奇倒台之时， CIA 就已经和乌克兰展开了情报合作，而且当时与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合作的还有英国军情六处。当然，这种合作是双向的，乌克兰也向 CIA 提供了大量的俄罗斯情报。比如2015年，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就曾向 CIA 提供了一堆与俄罗斯北方舰队以及新型核潜艇设计相关的情报。由于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情报关系非常复杂，美国不愿意因为情报工作直接刺激到俄罗斯，因此通过扶持乌克兰情报机构，间接的与俄罗斯情报机构展开博弈，符合美国的需求。在 CIA 的帮助下，乌克兰在2016年建立了一支2245部队，并对乌克兰情报五局和国防情报总局，也就是 GUR 部门进行了培训。这其中2245部队的性质属于精锐突击队，情报五局和 GUR 分别隶属于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乌克兰国防部管理，他们的职能具有许多重叠之处，都有负责对俄罗斯展开监听、窃听、拦截讯息和潜入破坏的职能。从另一家媒体《华盛顿邮报》23日公布的信息来看，不论是情报五局还是 GUR， 其人员结构都具有年轻化的特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在苏联克格勃履职的经历。一位 GUR 部门的前官员透露称，仅 GUR 每天就可以监听25万至30万条来自俄罗斯军方的通讯信息，这对于战事发生后的乌克兰非常重要。因此，乌克兰在战争爆发后，通过拦截俄军通讯，并因此得知俄军战术动向，进而对俄军展开精确打击的案例已经屡见不鲜了。不仅如此，俄乌战争爆发后，俄罗斯境内发生的一系列的袭击活动，也有可能与乌克兰情报部门有关。毕竟，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这些距俄乌边境较近的地区遭到袭击，还可以勉强归咎于乌军远程武器的缘故。但像莫斯科、萨拉托夫这样远离边境的大后方遭到袭击，显然就不是远程武器打击这么简单了。比如发生在2023年5月的克里姆林宫遭无人机袭击一事，袭击者使用的无人机并不具备长程飞行的能力，很明显是在俄境内发射的。又比如2022年12月发生在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的袭击，造成了2架图95轰炸机受损，外界也普遍认为袭击者使用的无人机是从俄境内起飞的。这些发生在俄罗斯境内的无人机袭击，甚至俄罗斯先前宣称的许多烟头事故，都很有可能与乌克兰情报机构有关联。此前发生在俄罗斯境内的一系列针对乌克兰叛逃人员的清理活动，也和乌克兰情报机构有密切的关联。比如开战后背叛乌克兰，跑到俄罗斯，为俄罗斯提供宣传攻势的前乌克兰议员伊利亚基瓦，就曾在2023年12月被乌军定点清理。这些活动能够顺利展开，足以证明乌克兰情报机构已经在俄境内建立了一套高效、成熟的运作网络。事实上，从《纽约时报》披露的内容来看，乌克兰的确已经在俄罗斯边境地区建立了12个秘密的特工基地。总之，通过与 CIA 的密切合作，乌克兰无论是在国内与俄军打信息战，还是在俄罗斯境内展开敌后活动，其行动能力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和意见，请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节目再见。